此前，美方宣布不派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而中国外交部周一证实，美国政府向中方提出签证申请，拟派主要来自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来华为美国运动员提供安全和医疗支持。但追随美方行动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接受加媒采访竟狂言，西方应组联合阵线，以团结应对中国。在中加关系出现缓和态势大背景下，加方为何再度放话挑事？中加关系困局到底困在哪儿？来看看报道。据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周六报道，总理特鲁多当天接受了加拿大环球电视台采访。在采访中，特鲁多宣称，中国一直在玩弄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搞所谓经济胁迫，而西方国家应建立联合阵线应对中国挑战。特鲁多表示，加方将继续在人权等问题上挑战中国，在贸易等领域与中国开展竞争，同时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On trying to do well, especially given the extraordinary economic opportunity of the rising Chinese middle class. So, how do we access that? Well, we've been competing, and China has been, from time to time, very cleverly playing us off each other in a open market competitive way.We need to do a better job of working together and standing strong so that China can't, play the angles and divide us one against the other.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例行记者会上回应道，加拿大领导人有关言论与事实不符，充满了对中国的误解和误判。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合作共赢，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立坚指出，中国外交光明磊落，从来不搞什么挑拨胁迫。事实上，中国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胁迫外交的受害者。美国炮制孟晚舟事件，企图遏制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打着所谓人权民主的幌子，在涉港、涉疆等问题上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将他们所谓的规则强加于中方，这才是赤裸裸的胁迫外交。赵立坚还强调，当前中加关系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到底是中国为伙伴还是对手，这是加方必须想清楚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影响中加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加方应摒弃对华错误认知，树立客观理性的中国观，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加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特鲁多的这一言论显然与加方有识之士此前表态不符。即将离任的加驻华大使鲍达民12月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加关系发展对于加拿大的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拿大应对发展对华关系予以充分重视，更多了解中国。事实上，今年9月，在家失去自由逾1000天的华为公司 CFO 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回到祖国，当时就有专家预测，中加关系将面临缓和的机遇。加州贸易理事会11月发布了中国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贸易、投资与移民和2020-2021加中商业调查2份报告。报告认为，加拿大经济发展与中国息息相关，加中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强劲纽带和发展契机，两国未来密不可分。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加中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19.9%， 对华出口同比增长 23.2%， 进口同比增长 18.7%。然而，就在中加关系好不容易出现一些缓和态势的背景下，特鲁多总理却突然选择在年末放话挑事，让外界大为不解。有分析指出，或许背后更多的还是美国因素，只不过是加方再次向美国表忠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涉华言论是今天下午外交部记者会上的第一个问题，发言人赵立坚用了大篇幅来回应，不仅驳斥特鲁多的有关言论与事实不符，中国外交光明磊落，而且赵立坚还主动点出加拿大背后的美国炮制孟晚舟事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才是赤裸裸的胁迫外交。特鲁多他只是指出了这样一个西方存在这样分化或者说是利益不同的这样一种现象，但是他不应该把这样一个黑锅
扣到其他国家头上，因为真正引发这个世界分裂的，引发西方盟友内部这种出现隔阂和局域的，正是美国自身。特鲁多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中加关系正处于紧张时期。本月早些时候，加拿大以人权问题为由，加入追随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的行列，宣布不派外交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在香港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成功落幕后，加拿大作为成员国，追随美国发表五眼联盟外长声明，对香港民主选举横加指责，表达所谓关切。而3年前，加拿大应美方要求拘捕在温哥华转机的孟晚舟，更是赤裸裸的胁迫行径。加拿大为美国马首是瞻，但分分钟都会被出卖。此前，特鲁多曾被特朗普发推大骂，而在所谓抵制闹剧上，加方也可能再遭美方操弄。有美媒报道称，美国政府近期向中国提交了一份为期3个月的签证申请，名单有18人，包括15名美国国务院官员，1名五角大楼官员。他们计划参加北京冬奥会，提供所谓安全支援行动。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证实，中方确实已经收到美方有关人员的签证申请，将根据国际惯例、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进行处理。此前，美方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在没有受到邀请情况下，自导自演了所谓不派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闹剧。我们再次敦促美方践行奥林匹克精神，停止把体育运动政治化，停止任何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言行。其实，拜登政府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做法，虽然得到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支持，但不少美国的盟友并不买账。法国国民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日前宣布，法国不会追随美国。负责体育事务的部长级代表罗克萨纳·莫勒齐内亚努等官员将出席北京冬奥会。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韩方未考虑不派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捷克驻华大使童福德日前透露，今年夏天回国休假期间，捷克总统泽曼在与他会面时就北京冬奥会特别做出了嘱咐。总统告诉我，如果他不能出席冬奥会，请我尽作为一名大使的职责，全力支持北京冬奥会。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图恩·亨利克·图恩表示，挪威计划将派遣外交官和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美媒称，盟友的表现让华盛顿挺失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塔尔称，我深感关切的是，我们的盟友似乎没有我们那么坚决地阻止中国。密歇根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玛丽·加拉格尔表示，美国合作伙伴之间缺乏团结。而今，即便是美国自己也决定派官员参与冬奥会。反观特鲁多的表现，被国际问题专家解读为很傻很天真。那么特鲁多他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呢，实际上对于中加关系未来的这种发展呢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如果呢加拿大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更清楚，而是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反华的战车上面的话，那么实际上对加拿大本国的这个利益呢也会造成更大的这个伤害。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接受本国电视台采访时，妄言西方应共同统一战线对付中方，他又抹黑指责中方搞所谓经济胁迫，对此您是如何看？成功连任之后的特鲁多说起话来似乎变得百无禁忌。环球新闻这场1对1专访的时间呢，恰好是加拿大美国民众围坐在家中团圆的日子，这个专访的传播力是不小的。但特鲁多这番讲话似乎又是违反经济学常识的，甚至带有浓厚的反全球化倾向。加拿大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是他第2大贸易伙伴国，当然从中国的经济崛起中获得了不菲的利益。然而，这个国家的总理却在大谈所谓在开放市场中相互竞争的弊端，这多少有点吃饭砸锅的意思了。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之下，中国消费者买加拿大牛肉还是澳大利亚牛肉，难道不应该由产品的质量、价格等商品因素本身来说话吗？在国际自由贸易的框架内，加上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民主政体的限定，是不是有点太冷战思维了？
还是说加拿大要去跟昂格鲁萨克逊小兄弟澳大利亚去商量一下，你卖多少，我卖多少，共同来瓜分中国市场呢？这甚至让我想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殖民者那套以坚船利炮规范这个市场准入的暴力倾销模式了。时代变了，总理先生，中国的关税制度已经不由杨大人说了算。中国越发成熟的消费市场对商品的质量与价格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口碑，广大中国消费者才是上帝，不再由列强决定该投喂什么。特鲁多这番所谓建立西方国家统一阵线的做法，充满了宁要西方意识形态的草，不要市场经济中国的苗的反制。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特鲁多这番言论是具有代表性与蛊惑性的，它普遍反映了西方许多国家一方面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另一方面又痛苦地感受到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发展，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越发活跃。这其实是一套强盗逻辑，本质上就是只许赚中国人的钱，却不让中国人说话的居高临下嘛。我们只能说，以特鲁多为代表的不少西方领导人依然将头埋在草堆里，他们只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却选择性无视了中国经济腾飞的背后必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逻辑作为支撑。我认为特鲁多胡诌几句没什么大不了的，时间会给他们好好上一课。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